太好了，爸爸，你的设计稿被选中，就能去大公司上班了。不用那么辛苦的打好几份工了。爸爸以后会赚好多好多的钱，给小帆治病。爸爸，你的肺病又严重了，都怪小帆得了心脏病，拖累了爸爸。别胡说，小帆是爸爸的宝贝，才不是拖累。爸爸，小帆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妈妈？等小帆的病好了，妈妈就回来了。妈妈为什么要离开？是爸爸离开了妈妈。恭喜啊，干！啊，秦川先生是吧？您的简历和您的设计图，总裁看了非常满意，所以想聘请你为青云集团首席工程师，年薪300万。太好了，女儿后续的治疗费有着落了。这是我们公司董事长叶总。南桥，很惊讶吗？当初你抛弃我的时候，有想过今天吗？原来你就是抛弃叶总的那个渣男，真是有眼无珠，活该这些年连工作都找不到。原来是个没有工作的废物。正好，我和南桥下个月要举办婚礼，到时候请你过来端盘子。南桥，你要结婚了？别叫我亲密，我觉得恶心。没错，我过得很好，不像你，怎么被富婆玩腻踹了，连工作都找不到了？你配不上我女儿，离开她，否则我保证，明天你那病重的爹就会离开医院，只能等死。南桥已经怀了我的孩子，你起码等孩子生下来再。孩子已经大了，我女儿根本就不会要那个贱主。不可能！南桥，南桥，南桥！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这贱种会毁了我女儿的名声，当然是把她给扔了。别，我会和南桥分开，我会带着孩子永远离开，求求你了。
乔乔你，这些年叶氏把我挂进黑名单，没有任何企业敢聘用我。好不容易有了这次工作机会，为了小帆，我不能放弃。叶总，我真的很珍惜这次合作的机会，能不能？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根本就不可能受刺激早产，孩子根本就不会没有。你又何曾给过我机会？早产？你不是为了联姻不要小孩的吗？为了掩盖自己的罪孽，竟然把错归到我头上，我真是瞎了眼，看上你这个渣男。没错，我就是不想要孩子，尤其是跟你的孩子，因为你就不配有孩子。叶小姐，很抱歉，孩子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加上早产，已经没有呼吸。什么？医生，我求求你，救救他！你救救孩子！我没有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了。实在抱歉，叶小姐，我们已经全力以赴了。哎呦！已经按照你们吩咐的做了。果然，你为了联姻，连自己的孩子都可以舍弃。你不是最喜欢钱了吗？这里有100万，只要你给我跪下，就可以拿走。哎，哇，100万，这是给钱让人跪的，还是南桥会玩。不过，我也很想看看你这个废物跪在我这个现男友面前的样子。南桥，当真要如此？只要有了这100万，足够给小帆做手术。我真的跪了。我没说让你在这儿跪，我要你去外面跪。我要你去外面跪。很意外吗？分手那天的雨跟今天一样大，我也是那么跪下求你的。秦川，求求你，我不能没有你，我现在只有你了。你连我们的孩子都不想要，还挽留我干什么？当初和你在一起就是为了钱，现在有了更好的富婆，当然要把你踹了。秦川，我已经和南桥分手了，可以把孩子给我了吗？如果你让我女儿知道这贱人还活着，到时候别怪我要了她的命。看来南桥的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废物，不然也不会这么妖难。
如果现在心疼他，谁又心疼5年前狼狈的我呢？你的肺病已经晚期了，再不治疗就真没机会了。切记，千万不能受寒和肝胆力不好。 南乔，这么大的雨，你出去干嘛？你抱的富婆，连给你看病都不舍得吗？你现在这个样子，是在装给谁看？才跪了不到2分钟，别看这是装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你那么好的演技。边上就是我开的酒店，里面有热水和应急药箱。不用了，叶总，我没事。我是怕你死在这儿，晦气。怪不得南乔一直不接受我，原来心里一直还有他。青川，你很缺钱吗？很缺。那我给你一个机会。当年你贪慕虚荣，狠心置我于不顾，而现在我是青云集团的总裁，比什么富婆强上百倍。我给你一个机会，信我摇尾请人，伺候好我。青春，我给你一个机会。你不是为了钱没有什么底线吗？现在又在装什么清高？对不起，南乔，我的病已经没希望，不能再和你扯上关系了。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把小范托付给你。如果我们的孩子还活着，你会不会？够了！为了让我走，拿夭折的孩子刺激我，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无耻！我是说，如果我们的孩子还活着，那我也会打掉他，因为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上跟你有半点关联。秦先生，您女儿的心脏手术已经安排在下午了。好，您在手术之前把手术费交上。好。爸爸，你在哪呀？院长阿姨说要给小凡做检查了。你有孩子了？小范，爸爸很快就回来，你乖乖听护士阿姨的话哦。叶总，我还有急事儿，就先走了。不许走！今天你不跟我解释清楚，我是不会让你走的。你是什么时候有的孩子？我今年几岁？我倒要看看你离开我多久就能放下过去接纳新人。5岁。当年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那个孩子。阿肯托付我，不能让他知道小帆是我们的孩子。南乔，是我得罪了你，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但请你不要记恨孩子。滚！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你。小帆，怎么了？爸爸，院长阿姨说手术费要100万，小帆不想做手术了。小帆乖，做个手术就能见到妈妈了。而且告诉你个好消息，爸爸筹到钱了。真的吗？小帆，你看，钱就在这张卡里面，我带你去取好不好？好。你竟然还没有离开！我说过，要是再让我见到这孩子，我就要了他的命。只有这家医院可以救小帆的命，我才留下他。妈，你看啊，这不是我姐的黑卡吗？好啊你，拿着孩子当借口，赖在这就是为了管我女儿要钱是不是？把这孩子给我抓起来！放开我女儿！南乔并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我会瞒得死死的。只要他的病治好，我就会带他离开。妈，要让叶南乔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孩子，还怎么答应你跟赵家联姻呢？哎，我还怎么掌权呢？啊！不会的，只要小帆的病治好，我就会带着他永远离开，绝对不会再打扰你们一下。能不能把卡还给我？我需要卡救命。叶南乔当初怎么会看上你呢？连手术费都赚不够钱，你想要钱是吧？行，这样，哎，拿，钻过去，这钱给你，啊。我答应你。小帆不做手术了，爸爸你不要答应。小帆是爸爸最重要的宝贝，只要小帆好好活着，让爸爸做什么都愿意。小帆，爸爸跟你玩个游戏好不好？小帆在这个糖果吃完之前，不要睁开眼睛。别听，别看，爸爸很快就回来。钻，现在能把卡给我了吗？只要治好小帆的病，我就带他离开这。给你，
哎，谁知道你还会不会言而无信？只有这孩子死了，才算真正的永荣。就喊离开。喂，院长吗？啊，对，我是叶家的董事长叶楚浩。我现在命令你们停止给秦川家的剑种继续治疗。院长，我是秦川，怎么样？你不要取消小凡的治疗，院长求求你了。专家已经带领整个专家组做好了手术准备了，只要交上了手术费，就可以上树了。谁要是敢给秦川家的孽子治病，我们叶家饶不了他！你们是死人吗？就这么看着我儿子来打？快给我按住他！叶楚浩，你个畜生！小凡好歹也是你们叶家的血脉，你们怎么这么狠？一个孽种而已，我们叶家还是……不许欺负我爸爸！小凡，我好像不能见到妈妈。小凡，别走，你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啊？我感觉我像是失去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你好，我是第一医院心内科护士，您女儿的手术已经安排上了，请您尽快把手术费交上。我没有什么女儿，你是不是搞错了？没打错呀，您不是叶南桥女士吗？5年前您早产生下一个小女孩，有先天性心脏病，一直在我们医院住院。秦川没告诉你吗？什么？我现在马上就过来。小凡，小凡，你醒醒！小凡，他怎么了？我看看。心脏堵塞，不过还好时间不长，现在送手术室还来得及。把卡给我！我让我女儿命令了我也让你陪葬！给你！吴专家，我去取钱。哎，来不及了，先手术吧。哦。哎，专家是吧？啊，我听说咱们这儿这台手术只有你能做。啊，我跟你讲啊，放弃给他做手术。我是救死扶伤的大夫，不是你们这种唯利是图的商人。给你脸是吧？啊！答应了，你这辈子就别拿手术刀！我的手唯一的这个贱女做手术的医生，这手已经断了，看你怎么办！爸爸，不要难过了。爸爸，以后没有小帆陪，爸爸也要好好吃饭治病哦。小帆最爱你了。小帆。
什么？奶奶病倒了？哦，知道了，马上到。走。这小丫头片子就不该留着。行了，走了。叶董事这也太过分了！吴医生可是咱们医院心脏科的圣手，这以后再也拿不起手术刀了，职业生涯全毁了。先把秦川送302监护，小范赶紧送手术室。我的手虽然不能动了，但是我可以指导你们做。好的。这孩子怎么了？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妈妈呀，妈妈像风一样温柔，脖子上呢有个月牙的胎记。月牙，这是妈妈吗？妈妈。烧糊涂了，他情况怎么样？啊，先天性心脏病，今年本来是要做手术的，但是费用没集齐，这孩子快撑不住了。叶小姐，很抱歉，孩子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加上早产，已经没有呼吸了。什么？几岁了？5岁。若我的孩子还在，也该这么大。费用我垫，马上手术。爸爸没骗我，妈妈真的来了。秦川这粉尘肺又加重了。唉，自己一个人还带着个有心脏病的闺女，也是个可怜人呢。南桥，小范，叶总，要不您先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守着呢，保证手术结束后以最快的速度跟您汇报情况。不用了。孩子怎么样了？手术很成功，就是身体太弱了，需要好好补补。孩子父母呢？手术都做完了，怎么没有见到他们人？孩子父亲身体也不好，病也挺严重的。妈妈走了吗？会是妈妈吗？你看啊，春日的蝴蝶，你看它颤抖着飞跃，和风妈妈没走。一样倾斜，却冰冷的。小朋友，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妈妈，你来看我啦。小朋友，我不是你妈妈。你有小月亮，你就是我妈妈。可能只是巧合呢。听说你爸爸身体不好，你知道你爸爸在哪里吗？爸爸本来救我的，醒来就不见了。他说等小范病好了，妈妈就会来了。那你爸爸叫什么？我爸爸叫叶总，这是孩子的检查单。小朋友，阿姨去给你买点吃的，你在这里乖乖的。
小帆，你怎么样？爸爸，小帆没事。爸爸，你也在这家医院吗？你身体有没有事啊？小帆放心，爸爸没事。爸爸，刚才救我的那个人是妈妈吗？不是。那他为什么和照片上的人长得一模一样，脖子上还有小月亮？小帆，你……爸爸，这个是妈妈吗？她为什么不来看我？是因为小帆不乖吗？不是的，妈妈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等你长大了，她就会来看你。真的吗？真的呀。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快洗手吃饭吧。好。秦川，南桥，你怎么来这儿了？这儿多脏啊！哎，快尝尝，这是我第一次下厨，做了3个小时呢，可香了。真的呀？怎么样？好喝，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鸡汤。那我也尝尝。哎，不行不行，这是你第一次给我下厨，这么美味的鸡汤，我必须一个人喝。那好吧，那我就不跟你抢了，你自己慢慢喝。爸爸，你怎么啦？青云的合同，我处理完医院的事就回。小朋友，你怎么下床了？你刚做完手术，需要好好休息了。你看，你的手上都渗血了，等会儿还得重新扎针。青云的合同，我处理完医院的事就回。小帆，不要向他提起我，也不要认他，听话。爸爸，你没事吧？爸爸没事。小帆，听爸爸的话啊。为什么不能认妈妈？如果我们的孩子还活着，那我也会打掉他，因为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上跟你有半点关联。小帆，记得爸爸的话就好。等你长大以后就会明白，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见过爸爸。阿姨，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你终于知道我不是你妈妈啦？你个小没良心的，我要是不喜欢你的话，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待这么久？又是给你交医药费，又是喂你吃饭。那阿姨是喜欢我咯？要是我的孩子还在，应该会像他一样可爱吧。小朋友，你叫什么？阿姨，我叫小帆。小帆，真可爱的名字。一会儿呢，你吃完饭，阿姨要回公司去处理一些事情，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护士阿姨说，好吗？好，谢谢阿姨。请让我拥有你。小帆，对不起，原谅我不能让南桥知道你的身份。我的时间不多了，他只有不知道你是我的女儿，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
哥哥，我爸爸生病了，你能帮帮我吗？你絮叨什么呀？我游戏都输了。去！小小年纪就开始骗人，没钱你怎么住得远？孩子，这点钱你拿着。谢谢阿姨，谢谢叔叔。滚开！老娘哪有钱啊？这点钱你先拿着。小凡，你去哪儿了？看见你爸爸了吗？叔叔，我刚去给我爸爸凑手术费了。我爸爸没在医院吗？可能是去卫生间了吧。赵叔叔，这些钱给你，能给我爸爸做手术吗？孩子，刚才没找到你爸爸，这些钱就先给你了。我们科室知道你们家的情况，集体凑了点钱，别嫌少啊，是我们的一份心意。我替我爸爸谢谢科室的叔叔阿姨了。哎，我这次来是给你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你看，这是什么？困难补助。是啊，我帮你爸爸申请了青云医院30万的困难补助金。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虽然援助方需要审核，但基本上都能过，就是走个流程而已。你爸爸有你这么懂事的女儿，真是他的骄傲。叶总，这是青云医院的医疗补助名单。我来看看。秦川肺癌晚期，这个秦川的医疗补助30万不予通过。他女儿呢？不是心脏病吗？他没有申请补助吗？他女儿的手术费好像是你姐姐帮忙交的。什么？下去。对吗？那个小杂种的手术费竟然是叶南桥交的！什么？你怎么知道是叶南桥交的手术费？秦川申请了医疗补助，我助理说的。妈，你说叶南桥会不会知道那个小杂种就是他的女儿啊？他要是知道了，那还怎么跟赵泽坤联姻？我怎么掌权啊？楚浩，你别急。叶南桥要是知道了那个小贱种是他的女儿，那不就知道当年的事情了？秦川又怎么可能还会去申请医疗补助呢？我现在去医院看看。行，我知道了。刚才你们医院给我打电话，说我5年前早产的女儿一直在你们医院接受治疗，什么情况？叶小姐，抱歉，我没听懂您的意思。给您打电话的不是我，我帮您问一下吧。好。叶小姐，很抱歉，我帮您问过了，那天是新来的小护士打错电话了，您和孩子妈妈的信息在一起，看差了。您女儿当年确实是早产，当时就已经夭折了。那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孩是怎么回事？我们医院确实有个孩子跟你说的情况一样，他叫秦小帆，父亲叫秦川，不过他是粉尘肺，已经晚期了。秦川总是亲自去工地指导，患上粉尘肺也不奇怪，难道真的是他？快带我去见他。是，他的病房在这边，叶小姐跟我来。
秦川，会是你吗？叶小姐，这位就是秦川。叶小姐，这位就是秦川。你叫秦川？对呀。你女儿呢？你是不是有个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位小姐，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多了？我凭什么要告诉你？你只需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是。我看你挺有钱的，你能救救我女儿吗？我实在是拿不出手术费了。你可以申请医疗补助，合适的话，青云集团会给你提供帮助的。世上同名同姓的人这么多，是我太心急了。他一个为了傍富婆的人，怎么可能会养我们的孩子？南桥，妈，你怎么在这儿？我到医院看你林阿姨，恰好看到你往这边走，就跟过来了。怎么，有朋友住院？妈，当年那个孩子真的夭折了吗？叶小姐，秦川要换药了，您先出去吧。秦川，他当年在你最落魄的时候抛下了你，你到现在还对他念念不忘，难不成你还喜欢着他？求求你，能不能不要走？我现在只有你了。你连我们的孩子都不想，你把我留我干什么？当初和你在一起就是为了钱，现在有了更虎父，当然要把你踹了。秦川，我怎么可能还喜欢他？我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他。我和他之间早在5年前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妈，我还有些事情，我就先走了。南桥，你别怪妈，但是为了叶家，为了你弟弟，妈必须这么做。李院长，我听说你儿子又要生了，小孙子在南亚国际上幼儿园是吧？如果你敢让南桥知道秦小帆是他的女儿，那我想后果你一定不想看到。是，夫人，我知道该怎么做，你放心，我会吩咐下去的。秦川，我当年是不是太仁慈了，让那个小贱种活了下来？我不知道南桥救了小帆，小帆再不手术就没命了。你好像忘记了当年答应过我的事情，那个小贱种命还挺大，2次都没弄死。你如果敢让南桥知道他的身份，你信不信我马上找人弄死他？我跟小帆说过了，让他不要认南桥，小帆很听话的，我马上就没命了。我只希望小帆平平安安的活着。我希望你这次最好说到做到，否则你们2个都别想活着。啊，怎么了，叶总？我包呢？我证件还在包里，我还得回去拿一下。你先回公司。好的，叶总。叶夫人，你有什么事吗？秦小帆的病房在哪儿？您跟我来。阿姨，你的包包没有拿，本来想去找你，可是不知道去哪找你。小帆，你刚刚在看什么呢？阿姨，我在看天上那朵云，它刚才还是一只小鸟，现在又变成一头小猪了。
大家都不陪小帆玩，护士姐姐也很忙。这孩子天天都是一个人，要是我的孩子还在，小帆想跟阿姨一起回去吗？南乔，你在这儿干嘛呢？妈，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林阿姨住在这儿，我路过。这孩子是谁啊？昨天在医院门口遇到的，他当时陷入了昏迷，父母又不在身边的，我就先替他交了医药费，看着挺可怜的。当年要是我的孩子还健在，应该跟他一样大了。南乔，你是青云的总裁，不要随随便便把这种来历不明的小孩子给带回家，小心的讹你。阿姨，她撒谎，这个奶奶欺负我和爸爸。小帆，这是我妈，你是不是认错人了？阿姨，小帆没有认错人，就是她欺负爸爸，不让我做手术。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见过你？南乔，妈今天一整天都在家里面照顾你爷爷，咱们家的下人都可以给妈做证据。你说我欺负你和你爸爸，你爸爸在哪儿呢？你有证人吗？这个叔叔看到了。这个小孩说你看见我欺负他和他爸爸了，你什么时候看见的？没有，我这段时间都没有看到过叶夫人。叔叔，你为什么要撒谎啊？你明明看到了。叶小姐，我真没看到。南乔，你看看这孩子，这么小就说谎话，这种孩子怎么敢随便带回家呢？妈知道你善良，又想起了当年的孩子。你要是喜欢孩子，等你跟泽坤结了婚，你们可以自己生一个呀。妈，你别提赵泽坤。那换句话说，这孩子他也是有父母的，你把他带走了，那他父母怎么办？我出去接个电话。你叫小帆是吧？你也看见了，我想捏死秦川，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如果你敢告诉南乔，我会让你再也看不见秦川。坏外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爸爸？你不要叫我外婆！秦川毁了我女儿一辈子。当初我让他赶紧分手，他不听，这就是代价。还有你的存在就是南乔最大的威胁。记着秦川跟你说的话。妈，你跟小帆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呀，不信你问问他。阿姨，奶奶说的没错，小帆得在医院等爸爸。阿姨给小帆交了手术费，小帆已经很感谢了，不能再去阿姨家里打扰了。好，那阿姨改天再来看你。外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和爸爸？小帆都已经找到妈妈了，可是却不能让妈妈知道。妈妈那么温柔，小帆好想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啊。王爷爷，这些瓶子能卖多少钱啊？一个瓶子爷爷给你2毛，一共42个瓶子，爷爷呀给你10块。
王爷爷，我爸爸说不能白拿别人的钱，多余的钱我不能要。多余的钱呢，算是爷爷呀，请你喝瓶水。谢谢王爷爷。王叔，谢谢你。哎，谢啥呀？秦川呐，你有个好闺女啊！啊。叔叔，我爸爸是不是可以做手术了？小帆，出了点意外，医疗补助申请被驳回了。什么？怎么可能？上面说你得罪了叶董，所以……那我要怎么样才能救我爸爸？我看你跟叶总相处的还不错，她是叶董的姐姐，有她帮忙，你爸爸肯定能做手术的。是叶阿姨吗？我该怎么去找她？叶总就在医院对面的大楼里。叶阿姨，求求你救救我爸爸吧！你爸爸怎么了？医生叔叔说，我爸爸的医疗补助申请被驳回了，爸爸现在没有钱做手术，真的快要死了。医生叔叔说，你能帮我爸爸，求求你救救我爸爸吧！你等等，阿姨，我打个电话。喂，姐，有什么事儿吗？楚浩，你是不是砍了一个叫秦川的病人的补助申请？啊，楚浩，你把补助申请通过了吧？是同名同姓的人，不是他。好，我知道了。阿姨解决了，现在开心了吗？谢谢叶阿姨，谢谢叶阿姨。叶阿姨，你这是要去哪啊？叶总啊，要回家了。小帆，你要不要去阿姨家待2天？哇塞，妈妈好温柔，好想和妈妈在一起啊！可是爸爸和外婆都不允许，我就住2天，应该没事的，可以吗？走吧。秦川，秦川，小帆，你刚刚喊的是爸爸吗？没有啊，阿姨，小帆刚才没有说话呀。那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对面站了一个人？没有啊，刚才只是一辆车开过去了。阿姨有看到谁吗？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时间追不上白马。走吧。妈妈，爸爸说了，不要让我在你面前提起他。小姐回来了。这个孩子怎么看着这么像小姐和晴川？不可能，孩子当时就夭折了。他叫小帆，是朋友家的孩子，他爸爸生病住院了，我带他回来住2天。小帆啊，快进来吧，长得真漂亮。小姐，饭做好了。那我们洗手去吃饭喽。走吧。我爸爸也会做糖醋排骨啊。我爸爸也会做糖醋排骨啊。小帆最喜欢吃爸爸做的糖醋排骨啦。哎，芬芬小公主，请品尝。嘿。怎么样？怎么样？好吃！爸爸，你真是太厉害了。这不巧了吗？我们家小姐最喜欢吃的菜也是糖醋排骨。你尝尝看，
李姐做的你喜不喜欢？好吃，不过还是没有我爸爸做的好吃，好像少了点什么。我的孩子要是还在世，也一定像他这么可爱吧？哎，这可怪了，我们家小姐也总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我反反复复已经换过很多种配方了，结果还是一样。阿姨，你过来一下啊。阿姨，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一下，这个方法是我爸爸教给我的，说不定叶阿姨还会喜欢呢。好，那我再去试试。就是这个味道，叶阿姨，你快尝尝看，这个味道呀，跟我爸爸做的一模一样。我没胃口，我先回房休息了。小范，你吃饱了，让李姐带你回房休息。小帆，来看看你喜欢哪一套。叶阿姨穿蓝色的，那我也选蓝色吧。这还是第一次有小孩子这么喜欢我们家小姐呢。走，我带你去洗澡。我能让叶阿姨帮我洗吗？小姐有事，我来吧。好吧。没事儿，李姐，你先下去吧，我来洗。小帆，怎么了？阿姨，小帆真的没有骗你。爸爸说，小帆的妈妈脖子上也有一个小月亮。好了，你在这等一会儿，阿姨去给你拿睡衣。第一次见这个小丫头的时候，她就带了这块怀表，这块怀表应该对她来说很重要吧。阿姨，我洗好啦。哦，好，我马上来。怀表呢？里面有爸爸和我的照片，妈妈不会看到吧？小帆，不要向他提起我，也不要认他，听话。小帆，你是在找怀表吗？是，阿姨，你有看到吗？是这个吗？是，就是这个，这是爸爸送给我的。哇，这是送给小帆的吗？当然了，这个怀表里啊有爸爸和小帆的合照。等哪天爸爸不在了，你就拿着怀表去找妈妈，知道了吗？知道了。在电视剧中呢，这样的怀表里面一般都有照片。小帆经常夸爸爸，这里面会不会也是有爸爸的照片啊？好了，不逗你了，阿姨开玩笑的，赶紧睡觉吧。阿姨，我从小就没见过我妈妈，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给他们讲故事，你能给小帆讲个故事吗？爸爸，
今天轩轩和丽娜都说他们有妈妈讲故事，我妈妈在哪呀？小帆也想要妈妈给我讲故事。他们虽然都有妈妈讲，但是你有爸爸讲，爸爸给小帆讲故事，好不好？好。真乖。这孩子倒是不怕我。自从我掌管公司之后，家族里的小孩没有一个敢靠近我的。不过我真的不会讲故事啊。阿姨，可以吗？那阿姨给你讲个短故事。从前呢，有一只小兔子，它喜欢趁妈妈不注意，溜到森林深处。它走啊走，遇到一只小青蛙。这床上住的小孩呢？叶小姐带走了，说是去住2天。为什么陌生人的女儿，你就能对她这么好，对我们的女儿，你就这么厌恶，你就那么恨我吗？李姐，小帆呢？哎，刚还在这儿呢。小帆，小帆，小帆，李阿姨，我在这儿呢。走吧。是爸爸和妈妈的合照。爸爸不让我认妈妈，可是妈妈现在对小帆很好啊，妈妈说不定也想要小帆呢。叶阿姨，你旁边这个叔叔是你男朋友吗？南乔，这么小的包，它能装什么呀？装可爱呀。叶阿姨，不能说吗？没什么不能说的，那是阿姨很讨厌的一个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这个叔叔做了很多让阿姨伤心的事吗？小丫头，年纪不大，懂得倒挺多。等你再长大些，你就知道了。爸爸也总说，等小帆长大了就懂了。唉，小帆什么时候长大呀？别着急，大人的路不好走。妈妈虽说她讨厌爸爸，但是好像和我讨厌轩轩不一样呢。我还是先听爸爸的话，不能着急认妈妈。小帆想好今天要买什么礼物了吗？我想买芭比娃娃，可以吗？当然可以。喂，妈。南乔啊，赵家派人送来请帖了，你看看你有什么朋友要参加的，提前跟妈说一声，妈好把名单给赵家送过去。你跟泽坤下个月马上就要结婚了，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小家了，妈也就放心了。妈，你先别操心了，我会跟赵泽坤说的。你把名帖给赵家送过去，这个婚礼就不能出现一丁点问题，到时候商界名流都会参加的，如果出现什么问题，那么咱们两家就都得丢人。
你能理解妈说的意思吗？嗯，你跟泽坤马上也要结婚了，你不要老是对人家爱答不理的。你行了行了，妈，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办。行，你知道就好。那妈就不打扰你了。叶阿姨，你要结婚了吗？叶阿姨，你要结婚了吗？那个叔叔对你好吗？叶家需要他。小帆，你怎么不开心啊？小帆觉得这个太贵了。小帆昨天陪了阿姨一整天，阿姨很开心，所以才送你一个玩具。你要是不收的话，阿姨以后就不带你玩了。谢谢叶阿姨，叶阿姨你对我真好。表哥，你真的要跟叶南桥结婚啊？唉，我妈把请帖都发出去了，叶南桥那女人对我爱答不理。要不是为了他家财产，小爷我早就不伺候。可叶南桥长那么漂亮，表哥你要是喜欢上她怎么办？再漂亮也不如你能让我快活呀。放心，就算我和他结婚，你呀还是我最爱的人。哎呦，表哥，走。哟，南桥姐，这是你女儿？这是你女儿？在催我结婚之前，请处理好自己身边的情人，我觉得脏。叶南桥，你什么意思啊？南桥，别误会，我只是陪我表妹逛个街而已。不解释一下吗？我可不想替别的男人养孩子。心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脏的，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四处留情。表哥，你看他什么态度呀？等结了婚，我要他好看。叶总，医院那边说小帆的爸爸已经接受了手术，脱离生命危险了。叶阿姨，这个棒棒糖送给你。爸爸说，不开心的时候吃颗糖就好了。小帆希望叶阿姨每天都能甜甜的，开开心心的。这个孩子，他从小就没有妈妈，而我，也早就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算是同病相怜。你吩咐下医院，多照顾一下他爸爸。妈，你怎么带他来了？你还有脸问？要不是泽坤跟我说你带了个小女孩逛超市，我都不知道。堂堂青云集团总裁，放着公司的事情不管，倒成了别人孩子的保姆了。您怎么不说？他当众搂着赵宁宁，任由赵宁宁欺负我。泽坤，有这事吗？伯母，你别误会，这前段时间宁宁刚从国外回来，你知道的，国外比较开放，我们动作上难免大胆一些。我回去就狠狠骂了他一顿，我是真心爱南桥的。南桥啊，你也听见了，泽坤他不是那种人。妈，你真的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叶南桥，你什么意思？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知不知道？伯母，别生气啊，我会用行动来证明我是爱南桥的。我会用行动来证明我是爱南桥的。
南乔，这是我在南非为你寻找蓝宝石打造的胸针，世界上独一无二，希望你能喜欢。坤少还是拿回去送给赵宁宁、李宁宁吧。妈，你平时来公司来的少，你跟他去公司转转吧。你给我站住，叶南条！你给我摆什么架子呀？你们俩都快结婚了，你去看过泽坤一次吗？人家泽坤大老远跑来看你，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林助理，我累了，帮我接待一下坤少。是。叶南乔，叶南乔，你这个逆女！泽坤啊，实在是对不住啊，南乔这丫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夫人，你也别太生气了，叶总这2天确实不在公司。怎么回事？什么？又是那个小女孩？那个死丫头，居然还敢来找我女儿，简直是不知死活！南乔，南乔，这是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的，你一定会喜欢。好了，东西我拿到了，你可以走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的。喂，李姐，怎么了？叶阿姨，是我。小帆今天和李阿姨一起做的杨枝甘露，你什么时候回来啊？阿姨一会儿就回来，你等我。小帆，你那天在超市带的小孩？坤少既然知道，就不要再挡路。好狗不挡道，这里也没有别人。你什么呀？别在我面前装。你帮我查一下那个叫小帆的小鸟到底什么来历。去帮我查一下那个叫小帆的小女孩到底什么来历。哦，叶楚浩，你来干什么？你不是说过只要没了秦川，叶南乔就能心甘情愿嫁给我？为什么他现在连看都懒得看我一眼？哎呀，坤哥别急啊，要他妇女老实本分，我还可以视而不见。但是这个小帆再而三的挑战我的底线，不顾我妈的想法，去做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那我也不介意把他们2个，都处理掉。哼。啊，夫人，南乔呢？小姐在房间。让他跳个舞。叶南乔，你对公司的事情不管不顾，在家替别人养孩子，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让赵泽坤在外面多没有面子，你知不知道？和赵泽坤结婚能够让青云得到多大的资源？所以，妈，你就觉得我是一个可以被当成资源置换的物件是吗？妈不是这个意思。南乔，你别怪妈，妈只是希望你能嫁得好一点，顺便帮叶家带点好处，这不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吗？再说，你要是能嫁给赵泽坤，那你就不用再拼死拼活的工作了，当个阔太太，像雅安一样，不好吗？妈，这才是你想的吧？
让我跟赵泽坤结婚，给楚浩腾位置。这么多年了，不管我做的再好，你还是想让殷楚浩掌权。这丫头今天怎么回事？一直在抗拒我，就知道留着这个小丫头没好事。不行，不能再让她在这待了。你很喜欢这孩子，你打算要养她到什么时候？你想干什么？他爸爸在 ICU， 没人照顾他。他爸爸什么时候好了，我什么时候送他走。死丫头，你什么眼神？我能干什么？一心不能二用。既然你想打理好公司，那就不能花太多精力在这孩子身上。我把这孩子带回老宅吧。这么多年，你跟楚浩一直都没结婚，妈早就想抱孙子，享天伦之乐了。刚好我没事儿。既然你这么喜欢这孩子，估计他也差不到哪去，就当回去给我解个闷儿。你不是不喜欢他吗？要么放我那儿，要么赶紧送他走，你自己选。你可以随时回去看他，等他爸病好了，我再送他回去。小帆，你想去奶奶家吗？小帆，你想去奶奶家吗？秦川，阿姨，我愿意去奶奶家。好吧，妈，小帆性格很好，也很懂事，应该不会惹你生气的。等他爸爸病好了，我把他接走送回去。行。小帆，收拾东西，跟奶奶走吧。你们先下去吧。是。外婆，我说没说过，不许叫我外婆。之前在医院是怎么跟你说的？你把我的话都当耳旁风了是不是？你还真跟你的死爹一样不长记性。你不想你爸活命了是不是？给我跪在那儿！对不起，外婆，小凡只是太想有个妈妈了。小凡从小就没有见过妈妈，我已经和妈妈约定好了，就3天就离开。我也没再和她说过她是我妈妈。外婆，你相信我，不要伤害我爸爸。你给我记着，我能把你带回来，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你要是跟你爸一样，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你跟你爸都别想活命，听见没有？听到了。小废物，劲大点儿，没给你吃饱饭是不是？快热死了娘了！行了行了，快回屋去吧，笨手笨脚，看着就心烦。秦川，你还敢来？当年你答应过什么？这孩子不能让南桥知道，更不能让他看到。看来你也没有多爱这个小贱种。我告诉你，他现在在我手上。如果你敢让南桥知道，我一定会亲手送他下地狱的。我会按你说的做，但你最好保证小帆没事儿，否则……爸爸，爸爸，爸爸，你是他爸爸？
你是他爸爸？怎么办？被妈妈听到了，外婆和爸爸不让妈妈知道我是爸爸的孩子，我得想个办法。小凡，你刚才叫什么？叶阿姨，我把这个叔叔认成我爸爸了，他的背影和我爸爸的有点像，我有点想我爸爸了。等你爸爸手术恢复好，你就能见到他了。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他怎么来了？我听说你那天给了他100万，我说你们都分手了，他还要不要脸啊？我把他喊过来，让他还钱。他给你了？以后不准和他有任何来往。小帆，怎么了？叶阿姨，是不是马上到18号了？18号怎么了？7月18号是我的生日。7月18是你的生日？当初和你在一起，就是为了钱。现在有了更好的父母，当然要把你踹了。青春，叶小姐，很抱歉，孩子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加上早产，已经没有呼吸了。我的孩子也是18号那天没的，难道说我的孩子当时没有死？应该不会吧。水，我要喝水！快来人，来人啊！我要喝水！水，奶奶，水，我要喝水！奶奶，奶奶，奶奶发烧了！终于退烧了，以前爸爸也是这么照顾我的。爸爸，我难受。没事的，爸爸在呢，烧退了就好了。
你到底有没有教养？你爸没有教过你，别人家的东西不能乱动的吗？奶奶，我不是故意的。别叫我奶奶，我不是你奶奶，这里也不是你的家。你别以为你进了叶家就是我叶家的人了。你大早上不睡觉，跑到我房间干什么？夫人，最近别墅里老是丢东西，是不是有人手脚不干净啊？什么？我没有撵你死就算不错了，你不知道感恩就算了，竟然还敢偷东西！我没有偷，我没有偷。妈，小孩子家懂什么呀？肯定是有人教唆的。教唆？我问你，是不是你爸爸教唆你偷我叶家的东西？我没有偷，我爸爸也没有教。你果然是秦川的种，骨子里流着和他一样肮脏的血。5年前，你爸就想让我闺女怀孕，好一步登天。5年后，你又趁机接近南桥，混进我叶家，还摔了我价值1000万的陶瓷，而且还不知道你往外偷卖了多少东西。哼，你们父女俩都是没有教养的东西。我没有偷，我爸爸也不是没有教养的人，不准你们这么说他。怎么？我说错了吗？坏奶奶，不和你说话了，我要去找叶阿姨了。哼！把她给我弄回来，谁也不允许她出去。放开我，放开我！我玉镯呢？早上还戴在手上呢。小范，你过来。奶奶，我没有碰您的玉镯。小孩子可不能乱撒谎啊！我妈那玉镯，可是当年我爸送我妈的定情信物。真要是被你拿出去换了零食，你可就闯大祸了。过来，王妈，搜身，今天必须把镯子给找出来。你藏哪儿了？是不是藏在你房间了？王妈，去他房间搜。我真的没有偷，你再好好找找，说不定掉床底下了。妈，你在干嘛？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回来？这个小贱种就是故意的，知道南桥疼他，肯定要在他面前装可怜。南桥，你可回来了！你自己看看，这孩子手脚不干净，偷了我藏了30年的玉镯，那可是你爸他送给我的定情信物，他居然也敢动心思。当年就是秦川用这副模样骗走了南桥的心，现在他女儿又想故技重施，想赖在叶家吸血吗？门都没有！果然是穷人家养的，一点规矩都没有，抱着长辈的腿撒泼，传出去丢尽叶家的脸。我让王妈已经搜过身了，肯定是藏起来了。她今天早上还偷偷溜进我的房间，打碎了一个花瓶。说不定他早就偷偷联络外面的人，准备把玉镯给卖掉换钱。我没有偷，
昨天晚上您发烧了，我在房间给您换毛巾。你还在狡辩？我怎么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在我房间了？妈，您先回房坐着，我找人再去房间仔细搜一下。小帆不是这样的孩子，说不定是掉在床缝里，又或者是忘在厕所里了，应该是一场误会。妈，哼，叶阿姨，我没有。小帆，你是说昨天晚上奶奶发烧，你照顾了她一晚上吗？昨天晚上我渴了，看到奶奶的房间门没关严，我听到她说她想喝水，我就进去了，一直到早上奶奶才好。那个花瓶也是，我回房间时太瞌睡，不小心碰到的，我真的没有去偷东西。阿姨相信你。一晚上没有睡好，赶紧去睡觉吧。奶奶那边阿姨解决。那天夫人带小帆回来，让他跪在地上发了好大的火。我当时在后院，发生什么事了？我听夫人的意思是，小帆是咱们家小姐的女儿。一开始小帆还叫咱们夫人外婆呢。这，妈，你出去，我跟妈有话要讲。有什么话我不能听的？说呗。出去！哼，抽什么风？那个孩子根本就没有死，小帆就是那个孩子，你一直都在骗我。死丫头，把事情告诉他了。你说什么呢？当时你不是已经见了那个夭折的孩子了吗？当年我要看孩子，护士根本就没有让我看到那个孩子长什么样。你一直都看不上秦川，是那个孩子为叶家的污点，所以你就联合医院一起制造那个孩子已经夭折的假象，这样我就可以贴你的话去跟赵家联姻，是不是？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这些年我因为那个孩子整夜睡不着，每到晚上我都能梦到他问我为什么不要他。你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吗？你以为你不承认就没有办法了吗？要不是今天听到家人之间的对话，我怕是一辈子要被你蒙在鼓里。你干什么去？做亲子鉴定。是，我承认是我骗了你，可是那又怎么样？他的存在只会让叶家蒙羞，叶家的外孙女绝对不能是一个身陷丑闻、身败名裂之人的女儿。你医生，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救救他！你救救孩子！我不能没有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了。实在抱歉，岳小姐，我们已经全力以赴了。对不起，妈妈不是故意不要你的，对不起。叶阿姨，你怎么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妈妈不是故意不要你的。妈妈，妈妈知道你是我的孩子，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就叫我妈妈，我当时没让你叫，你可以原谅妈妈吗？小帆没有怪妈妈，妈妈对小帆很好，小帆已经知足了。小帆一直都知道我是你的妈妈吗？小帆，你放心大胆地说，有妈妈在，不会有任何人敢伤害你的。还是说有人威胁你？妈妈，你别问了，小帆说了，爸爸就会死。你放心，之前妈妈不知道你的身份，但现在妈妈知道了你的身份，一定会保护好你还有爸爸的。小帆相信妈妈，好不好？是爸爸说，妈妈脖子上有个月牙胎记，还说妈妈像风一样温柔。我第一次见你就认出月牙了，可是后来爸爸不让我认你。你爸爸叫什么？会是秦川吗？我爸爸叫秦川。妈，叶南桥他知道了，他和小帆相认了。该来的还是来了。早知道当年就不应该心软，让他活下来。秦川那个废物，没有手术，马上就要死了。看来是时候让他们父女二人在另外一个世界见面了。那叶南桥要是查当年的事情呢？查？谁敢说出去？当年知道这件事情的医生护士早就被我打发走了，他拿什么查？对了，赵泽坤一定要买好了。放心吧，妈，那边我都安排好了。你有你爸爸的照片吗？可以给我看一下吗？这是我和爸爸的合照。你爸爸为什么不让你认我？我也不知道，爸爸没告诉小凡。如果我们的孩子还活着，你会不会？够了！为了让我走，夭折的孩子刺激我，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无耻！我是说，如果我们的孩子还活着呢？那我也会打掉他，因为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上跟你有半点关联。难道是因为我当时说那句话的原因？可是他为什么要偷偷把小帆带走？当年他帮富婆的事到底是真是假？我当时给了你爸100万，他为什么没有拿钱给你交医药费？不是的，爸爸当时准备给我缴费，是外婆和舅舅，他们欺负我爸爸，还让爸爸给他们下跪。再后来的，小帆就不知道了。下跪？我们为什么要让你爸下跪？舅舅说，只有我死了，你才永远不知道孩子还活着。所以那天你爸就是来看你的，你当时为什么不说认识他？因为外婆说，如果我让你知道我是爸爸的女儿，他就会让我永远看不到爸爸。有些事情或许需要当面问清楚。小帆，妈妈要去一趟医院，你想跟妈妈一起去吗？想。你好，秦川的病房在哪？秦川302病房那个。不是，请问还有别的叫秦川的吗？我们医院只有一个叫秦川的，小帆不就是他女儿？
有没有他的照片？秦川，会是你吗？叶小姐，这位就是秦川。我那天见到的明明不是他，难道又是妈？姐姐，我爸爸现在在302病房吗？秦先生因为没有钱交手术费，昨天就已经出院了。出院？青云集团基金会不是给他发放了30万的医疗补助吗？他怎么会没有钱交手术费呢？赵医生说医疗服务审核没有通过，把你们院长给我叫过来。叶总，李院长，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青云集团基金会的补助申请为什么没有发放给秦川？这是我发现的，那些我没有发现的呢？叶总，是上面没给秦川通过，这不能怪我呀。没有通过？为什么我接到的消息是他已经完成手术了？叶总，这我真不知道啊，你可以打电话给叶总。我们收到的消息是秦川的申请不予通过呀。妈妈，我们去爸爸和小帆的家看看吧。这里就是我和爸爸以前住过的地方。你爸爸不是找了个有钱的阿姨吗？你们怎么住在这儿？从小帆记事起，爸爸就带小帆住在这里。爸爸每天都接稿子到家里来画，从来没有见过其他阿姨。你爸爸就是个懦夫，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管。爸爸不是，爸爸对小帆特别好，他现在肯定是有事才不在家，不会丢下小帆不管的。秦川，你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谁让你那个小野种去找叶南条的啊？知不知道你们打乱了我们5年的计划？5年！你什么意思？什么5年计划？你以为当年你的设计稿是怎么出的问题啊？我们不计谋，你怎么跟叶南条分开？我怎么让叶南条嫁给赵泽坤？我怎么掌权？原来是你们搞的鬼！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根本就不可能受刺激早产，孩子根本就不会没有。你又何曾给过我机会？早产？你不是为了联姻不要小孩的吗？我现在只有你了。你连我们的孩子都不想要，还挽留我干什么？当初和你在一起就是为了钱，现在有了更好的富婆，当然要把你踹了。秦川，秦川！我就说南桥怎么会为了家族联姻把孩子打掉？原来是你们做的局！我设计稿的事，也是你们搞的吧？没错，你的设计稿就是我搞的。谁让他妈叶南桥不安安分分的做一个千金大小姐，跑来跟我争工资的？我告诉你，秦川，这就是命。你认命吧，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啊！还有你那个小贱种，马上就到地底下跟你见面了。你敢？我敢什么？来，给我打！走。
妈妈，你看。爸爸说手机里存着光，想妈妈的时候就看看。小帆，你知道这条消息是什么意思吗？爸爸说他是被冤枉的，他做的设计图没有问题，是有人动了他的设计图。妈妈，都这么晚了，爸爸还没回家，会不会有事啊？哎，兄弟，兄弟，你没事吧？不会死了吧？我就来看看有没有废铁能卖的，不能让我碰上这事儿吧？兄弟，你这是被人打了？得罪了谁啊？伤那么重？兄弟，你叫啥？你家哪儿啊？我想不起来了。不会失忆了吧？新川，要不是你带着身份证，你都找不到工作，知道吗？从今天起啊，跟着哥好好干。趁着外面大战，好好挣他一笔。叶总，赵总待会儿就到。下去吧。哒哒哒。抱歉，快点，马上超时了。没事吧？哎，叶总来了，旁边这位就是小千金吧？据说呀，这小千金以前过的可都是苦日子呀，现在好了，直接飞上枝头变凤凰了。谁说不是呢？叶总现在身价1000亿，这小千金跟了他以后啊，可享清福了。咱们怎么就没这么好的运气呢？小帆，怎么了？跟妈妈待在一起不开心吗？不是的，我想爸爸了。妈妈已经派人去找爸爸了，等找到了爸爸，我第一时间带他来见你，好吗？好。真乖。妈妈先去工作了，你在公司自己玩。三楼市场部的外卖。对不起，对不起。哇，吃吧。好吃吗？叶楚浩，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你不是说只要除了姓钱的小子就行了吗？为什么他们还有个女儿的事你不告诉我？如果不是被我调查到，你们家是不是准备一直瞒到我们结婚？坤哥，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成什么气候啊？你这说的什么话？让我替姓钱的接盘也就算了，难不成还要我替他养女儿？我告诉你们，这绝对不可能！天底下哪有那么多便宜都让你们占了？坤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啊！你可别忘了，我们两家刚谈了一个10个亿的大项目，咱可别伤了和气。待会儿我妈就来了，说谈谈你们的婚事。我姐最器重她那个女儿，哎呀，
要是这件事办好了，其他的都是小事儿。好，那我就相信你最后一次。我先走了。不送。妈的，叶楚浩跟他妈把老子当傻子耍！要不是看叶家还有点利用价值，小爷我早把他们端了。他妈的，还有叶南桥这个贱人！要不是我父母惦记他们家财产，老子早把文艺上宫给他办了。你他妈会不会走路？别瞎呀！对不起，我兄弟脑子不太好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赶紧给人家道歉。对不起。忘了我道歉就想完事儿了吧？对不起。我告诉你，我这身衣服价值30万，你们给我弄脏了，赶紧赔！这要不是在青云集团，老子非让人把他腿打断。您大人大量，他连叫啥名字都不知道，上哪赔你这30万？他今天触了老子眉头，这事不解决没完。你干嘛打人啊？别，有点意思啊！我凭什么打人？我今天就好好教教你，我凭什么？没事吧？给我打！哎，别打！你们干什么呢？叔叔，你没事吧？大坏蛋，你又来欺负人！又是你个死丫头，还敢骂我，找死啊你！走开，别碍事儿。赵总，这里是我们青云集团的地盘，叶总交代了，让我务必保护好小姐的安全，所以你不能碰她。好啊，刚好我找南桥有点事儿，看在南桥的面子上，今天我就放了你。我们走。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这兄弟啊，自己卖了都赔不起这笔钱。谢谢。走吧。哎，秦川，你有没有去医院啊？屁股疼。林阿姨，刚才那个人的声音跟我爸爸的声音特别像，而且另一个叔叔还叫他秦川，他一定就是我爸爸。南桥，签了这份合同之后，我们两个就是合作伙伴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南桥，我也不绕圈子，这份价值10个亿的合同，我们赵家可以给你，但是必须在我们正式成为夫妻之后。反正下个月就要举办婚礼了，现在领证也不算早。今天民政局应该已经下班了，既然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应该也不用急于一时，还是先签合同吧。不用担心，进来吧。赵总，准备好了。南桥，来吧，我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南桥，快去啊！姐啊，我们青云可是等着这笔钱救命呢！人家坤哥还没嫌弃你带个孩子，你还在犹豫什么？你之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的，自从你接触了那个小女孩，你就变了样子。莫不是你还在想着等秦川回来吧？姐啊，你就死了这条心吧。秦川
他回不来了，你再也不会见到他。谁说我爸爸回不来了？小帆，你来啦。妈妈，那个人就是个坏蛋，你不要相信他。死丫头，你！小帆，他是不是又欺负你了？小帆没事，但是他欺负爸爸了。爸爸？你见到你爸爸了？他在哪儿啊？爸爸刚才就在外面，林阿姨和小帆都看见爸爸了，但是爸爸好像不认识我。小帆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找了他这么多天，他怎么可能在公司里啊？小帆没有认错人，那一定是爸爸。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叶南桥，你的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妈？还有没有青云？你要是还承认我这个妈，就赶紧把证给领了。对不起，妈，我今天还有事。既然你选择要先领结婚证，再签合同，那这10个亿的合同，我就先不签了。小帆，我们走。好好，你们娘仨真是给我演出好戏啊！拿我当猴耍是吧？泽坤，别生气啊，你冷静点。我冷静不了。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给叶南桥一点好脸色。叶家烂事，自己补去吧。泽坤，你听我说。我一定会让你们的婚礼如期举行的，请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秦川，小姐，您有什么事吗？是不是那个男人找你麻烦？小姐，你有话直说。这个你认识吗？这是，林秘书，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家小姐的怀表，你是她的父亲，这是你送给她的。小姐，刚才那小女孩，那岂不是我女儿？爸爸。爸爸，秦川，你没事吧？秦川，爸爸，快送医院！秦川应该是之前被重物砸到，脑袋里的淤血压迫血管，造成短暂性失忆。现在淤血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过会儿醒了应该就没事了。但是他那个肺啊，难。那我去跟你多了解一下情况。这是我们叶总的一点心意，请你收下。不用，请。爸爸，你醒了。小帆，爸爸，你想起来了。爸爸，妈妈已经知道我是她的孩子了，也已经知道你是我爸爸了，咱们一家人马上就能团聚了。可真是父女情深呐！舅舅，你来干什么？小帆放心，这次我来是跟你们讲道理的。叶楚浩，你又想搞什么花招？这论关系，我该喊你一声姐夫，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做不了一家人。算了，你们还是看看这个吧。这是什么？这是我们青云集团近半年来的流水走势报表，以及银行和供应商的欠款单，目前已经高达30个亿。只有赵家才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资金漏洞。但是你妈为了你和你爸，放弃我们本应该得到的东西。小帆，
你想让你妈妈过上你们以前过的那种贫穷的日子吗？不想。你想让我们怎么办？我会给你爸治病，但是我需要你和你爸离开这里，跟你妈妈没有任何关系。舅舅，我们一家人本来就要团聚了，求求你不要这样对我们。你爸爸和你妈妈本就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他们本就不该在一起啊！是你们出现在了他面前，我本就可以阻止了他们，但是你又把你爸爸带了回来，是你们毁了你妈妈的生活。可是妈妈怎么办？妈妈不喜欢那个坏人。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你们离开后，你妈妈会过上原本的生活，但若你们不离开，不仅会害了你妈妈，还会害了你爸爸。上次是你爸运气好活了下来，但下次就不一定了。你们好好想想吧。小帆，对不起。爸爸，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我们走吧。我只希望爸爸妈妈都好好的。好。南球，你难道不应该跟我解释一下当年的事情吗？我没什么好解释的。青春，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当年的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你为什么连问都不问我就要跟我分手？难道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连一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你什么你？你是不是准备跟我说，你为了不连累我，准备带小帆离开？你为什么总是还替我做决定？你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吗？妈妈，对不起，小帆只是不希望妈妈过上小帆以前的生活。妈妈是仙女，应该在外婆家好好的生活。秦川，我问你，到底爱不爱我？我问你，到底爱不爱我？很爱。那你好好休息，后面的事情我来解决。你准备好手术。赵总，赵总，赵总！解开！叶楚浩，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这是你说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会用心办好事吗？坤哥，事已至此，这事已至此，叶南桥那女人敢爆料我，还不是你这个废物弟弟没看住？现在整个赵氏被拖垮，你想独善其身，我的下场就是你。他想夺权，那就逼他吐出来。你想，他最在乎什么东西，咱们就拿什么开刀。你是说那个野丫头？叶楚浩，你那边准备好没？我等你好消息。告诉叶南桥，让他带索持青云所有股份的转让协议书来，否则是。秦川，小帆被绑架了。地址发给我，马上到。舅舅，你要干什么？求求你放了我吧！我他妈当初怎么跟你爸说的？越说越起劲儿是吧？软的不吃，就只能来硬的了。你们不让我好过，
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可是妈妈根本不喜欢那个坏人，她喜欢我爸爸。死丫头，信不信打死你啊！叶南桥，我要的东西呢？放开他！啊！找死是吧？青春，跑啊！照顾好小范。你之前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原谅你，我现在告诉你，我已经原谅你了，原谅你了。你要撑住，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小范很需要你。爸爸，爸爸。叶小姐，放心吧，手术很成功。秦先生年轻，恢复力强，养好了，完全可以正常生活跟工作，不影响他绘图。秦川，谢谢你。我们5年前说好的规范剧还没画完，还有小范还盼着你教他画画，我还有很多话还想跟你说。叶总，叶楚浩和赵泽坤的审讯记录已经出来了，他承认晴川设计图就是他当年做了手脚，还有昨晚夫人试图闯进警局销毁叶楚浩的罪证。被警察拦下后，他谎称绑架案就是自己一手策划，想替少爷顶罪，这是证据。警方说夫人涉嫌包庇罪，已经被依法拘留。南桥、小帆，你们看这是什么？哇，爸爸，你真的拿奖了，你太厉害了！那当然了，小帆可是规范剧的灵感顾问呢。嘿，你还记得第一次跟我说规范剧的设计，那个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吗？你说漂泊的人总要有个地方等他靠岸。我当然记得，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像一根无根的小草，直到遇见你和小帆，我才知道什么是安定。古人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以前我总觉得是在写诗，现在我懂了，为了值得的人，再苦也值得。宝贝来了。